大家好，今天是美国东部时间11月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我是金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就在各方强烈关注美军什么时候会对委内瑞拉开火，彻底铲除已经被美国认定为毒品集团背后主使的那个马杜罗政权的时候，川普突然愤怒发声，却是要打另外一个国家，让大家都有点回不过神来。刚刚过去的周末从亚洲归来的川普回佛州的海湖庄园休息。本来所有的媒体人都觉得终于可以好好休个周末了，结果川普发出的一贴让热点再起，而且是一下子转向了被媒体冷落多年的非洲。11月1日，川普在自家社交平台上发文，字里行间全是火药味儿，是这么写的：如果尼日利亚政府持续纵容屠杀基督徒，美国将立即终止对尼日利亚的所有援助和支援，并极可能以枪炮轰鸣之姿态进军这个如今声名狼藉的国度，彻底铲除犯下这些害人暴行的伊斯兰恐怖分子。只是我国的战争部为可能采取的行动做好准备，若发动攻击，必将迅猛残酷并且彻底，正如恐怖暴徒袭击我们真实的基督徒那般，警告尼日利亚政府最好迅速行动。这个尼日利亚在台湾是译作奈及利亚，它的位置呢是在非洲大陆的中部。注意看，这是非洲大陆绿色的这一块，面临大西洋。很多华人听到尼日利亚可能会以为就是个非洲的小国家嘛。错，很多人不知道尼日利亚的人口是2.26亿，它是排在中国、印度和美国之后的全球第4大人口国。据说以现在的它人口增长的这个速度，到2050年，尼日利亚的人口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3大人口国。川普发完这个长贴转身人家回自己家里开 party 去了。美国的五角大楼可是立刻行动起来。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当天就回复到说，在尼日利亚或者任何地方对无辜基督徒的屠杀必须立即停止，战争部正准备采取行动。如果尼日利亚政府不保护基督徒的话，我们将亲手铲除这些犯下害人暴行的伊斯兰恐怖分子。川普还补刀说，这是针对基督徒的即时威胁，而美国有责任保护全球基督徒不被恐怖分子侵害。They're killing record numbers of Christians in Nigeria, and they have other countries very bad also. You know that part of the world very bad. They're killing the Christians and killing them in very large numbers. We're not going to allow that to happen. 而尼日利亚政府呢，过了一天，终于从他自己的 party 里醒过味儿来了。尼日利亚外长召开记者会，怒斥美国在干涉主权，强调暴力不是只针对基督徒，还有穆斯林也被杀了。尼日利亚总统叫提努布，更直接怼了川普，他说：“我们不是美国的殖民地，不需要向他们解释自己的内政。”就这些话，是不是听着耳熟？1989年6·4天安门镇压的时候，我们听过类似的话；对西藏宗教信徒打压的时候，我们也听过大致一样的话。同样的，在近期对香港民众下手的时候，也是这套烂词儿。不是有人说坏人都会坏的千奇百怪吗？怎么如今这帮家伙都坏成了一副模样呢？说起来尼日利亚的宗教冲突可不是1天2天的事儿了。这个非洲人口第1大国，2亿多人
穆斯林和基督徒以前啊几乎是各占一半，而且呢是南北分明，北方的穆斯林占多数，而南方呢则是以基督徒为主。但是从2009年起呢，中部地区的在这里，伊斯兰的极端分子就开始作乱，他们专门烧学校啊、炸教堂啊、绑架人啊。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5年，已经造成了超过3.5万人死亡，其中基督徒受害者占了1多半。以前啊，尼日利亚政府还有个表面的这个权力平衡，一般是什么呢？总统是穆斯林来当，而副总统呢是基督徒。而到了2023年，第一次出现啊，正副总统都是穆斯林的状况。他嘴上说要积极打击恐怖主义，但事实是，针对基督徒的屠杀是越演越烈。今年的前3季度啊，已经大约有7000名基督徒被杀害了。一位基督徒呢向记者揭露说，1天之内啊，他的家族就有20个人被杀。My people, my family members, they died in this house. 11, and some died in the other store. 8, some died here. My whole family members that died yesterday, day before yesterday, on that very day, there were 20. That is my own family members. I'm not talking about any other thing. That is my own family members. This is my store. Those shops are my stores. Those places are being burned. Those places, this place is being burned. Here and up, my house is up there. That place also is burned. 对尼日利亚出现这种长期针对信仰和种族进行公开灭绝的情境，几乎所有其他的国家和媒体都长期开启了静默的模式。一幅漫画啊，讽刺了这种怪象。全球政要，特别是西方政要中，不要说行动了，似乎只有川普站出来对尼日利亚基督徒表示了关注和支持，而其他政要和左派们都排着队，只关注中东巴勒斯坦人的自由。而一位尼日利亚的牧师啊，估计也知道那些只对特定人群才会讲政治正确的西方领袖们都不靠谱。他站在被屠杀的基督徒万人坑里，呼喊川普和美国来救救那里的基督徒。Look at it today. Is there any Muslim here? United Nations, I know you're watching it. American Senate, you are watching what I'm doing, I'm saying here. Special advisor to Trump. Now, please tell Trump to save our life in Nigeria. They are killing Christians in Nigeria, massacre Christians. If they say they kill Muslims, Muslims are being killed. By who? By Muslims. 根据传统韩医学原理，肺为五脏六腑之首，鼻炎、哮喘、皮肤过敏和重症肺病皆源自肺部积热。扁康疗法是从根本上解决肺部以及整个呼吸系统的问题。扁康丸由20多味药用食材制成，问世50多年来，已经使全球超过16万人恢复健康。请点击影片下面说明中的链接，登录扁康丸官网，中文、粤语、英语24小时免费咨询服务，全球免费邮寄。可能会有不少人啊，看了上面的新闻啊，会想，那现在不是美军在委内瑞拉附近箭在弦上吗？怎么川普又要打非洲的尼日利亚了呢？到底委内瑞拉还打不打呢？看来啊，不只是我们会这么想。一名记者最近在空军1号上问了川普类似的问题，说对委内瑞拉的军事打击，近期是否有实际的打击计划呢？结果被川普几句话就给堵了回去。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from prisons, from mental institutions, drug addicts, and so did other countries. That's the bad. I mean, other countries did it too, because we were run by very stupid people, very, very stupid people. Biden was the worst president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by far. We had open borders, and many countries, the Congo, many countries, they sent their prisoners. They sent prisoners. They sent drug dealers. They sent drug addicts. They sent anybody that they didn't want. They sent them through our country. And Venezuela was one of the worst abusers. 川普亚洲之行之后啊，昨天晚上接受了美国电视60分钟栏目的专访。记者问说，如果中共真的攻打台湾的话，美国会出兵吗？川普的回答也很川普的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上周川普和习近平会谈之后，两个人出来以后，基本上是转身就都离开了，没有记者会，更没有双方的会谈公报。媒体上的一些内容啊，往往都是从不同渠道里得来的。中方媒体更是有意在淡化这次会谈的内容。现在，美国政府终于公布了双方谈下来的内容。有中国网友就惊呼说，中共退让的这个程度，怎么看怎么像是签了一个马关条约，就差割地赔款了。11月1号，白宫抛出了一份厚厚的美中会谈协议的事实说明。不少华人啊，怎么看也看不出中共商务部强调的那种互利共赢的内容，反而是闻出了一股超市清仓大促销的调调。来看看习近平都在哪些方面让步了。首先，重点中的重点就是中共开放了能卡美国脖子的那个稀土和关键矿产物质的出口管制的出口许可。中国呢，占了全球稀土精加工产量的92%以上，而协议里呢，中共发放了对美出口的通用许可，涵盖了几乎所有的稀土和关键矿产物质。这就意味着啊，中共放弃了那张战略王牌，也让美国有了喘息空间来建立新的稀土供应链。而第二条呢，中共加强了芬太尼的管制，也就是说要停止芬太尼前体流入美国。第三条就更彻底了，是取消了对美的所有报复性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注意啊，是全部取消，包括了对美国农产品的所有关税，从猪肉到玉米全都开放了。而废除的非关税措施呢，还包括了像配额限制啊等等。再有就是川普心心念念的一直在想的那个美国大豆，中共承诺今年最后2个月将完成购买1200万吨的美国大豆，而从明年开始一直到2028年，每年都要买2500万吨的大豆。2500万吨什么概念呢？相当于美国大豆总年产量的1/4。还不止于此啊，中共还撤销了对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反垄断与反倾销的调查，也取消了对美国船运业的报复性措施和制裁。习近平向美国做了这么多的承诺之后，从美国那里又得到了什么呢？美国也同时公布出来了。首先是美国暂缓了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那个10%的芬太尼关税，为期1年。第二呢，是暂停301条款调查至明年的年底。这个301条款啊，它是什么呢？是美国对外贸易中最具杀伤力的法律武器，就是只要美方调查认定某个国家有不公平的限制了美国企业的贸易利益的话，就可以单方面的惩罚，比如加关税、限制进口、
取消优惠待遇等等。美国还有一个让步，就是暂停了对中国造船和航运业的301惩罚措施。但是请注意啊，所有上面美国承诺的这3条都是有1年的观察期，并非完全取消。难怪网上有人就直呼啊，中共谈了个新时代马关条约，而美国这边呢，市场反应已经很热烈了。美股道琼斯涨了 1.5%， 纳指涨了 2.8%， 而英特尔、高通等飙高了 10%。 不过在我看来啊，这次美中双方的协议并没有正式签约，即使是签了，习近平也可能变成习近呼，而川普呢，更可能突然变成特朗普。这就像是一个扑克局，表面上看川普已经拿到王炸了，而中国的手里呢也不缺顺子，但谁最后能赢，还要看牌是否能继续打下去，牌桌会不会还没打完就被掀了。但无论如何，有2点我认为已经是定下来了。一是什么？这场牌局保证会精彩，您只需要搬个小板凳坐着看就是了。第二呢，是不管双方牌还在不在，桌子掀没掀，这牌局已经没有推翻重来的可能性，必将走向大结局。好了，这一次的时事金扫描节目就聊到这儿了，我们需要您持续的支持啊！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给其他人。如果愿意在资金上直接给我们支持，就更加感谢了。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